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loft 的最大缺点。你可以在家里感受2个季节吗？我能。32.8度。我的 loft 位于大楼顶层，在每天强烈的日照下，即使空调设置16度，上下2层仍有跨季节的强烈温差。所以，我打算做个空调引风改造，给我的2楼降温。Day 2，一个空调要2000块，但这堆材料才20块。我计划用这塑料膜配合钢圈 DIY 一个塑料风筒，然后在木板上装上4个万向轮，即可在2楼得到一个移动式冷风口。但是吧，炎热的气温使我头懵，我只下单了1个轮。这时我灵机一动，家里的备用补光灯这时可以派上用场了。由于是这栋公寓的最高层，我每天都比同楼的人率先领略到今日的气温。貌似全楼的太阳能全都靠我这顶楼的楼板，不但白天吸热，晚上还散热。白天33度，我屋33度；晚上20度，我屋还33度，有点壮观呀。晚上睡觉街上比床上还凉快。要不是我有裸睡的习惯，接下来我需要测量下2楼冷风的覆盖范围。众所周知，冷空气密度大，只需选取合适的出风位置，即可完成2楼到1楼的冷气循环。这样空调再也不需要过低的温度，省电的同时，也可以完成全屋制冷，一举两得。Nice。接下来带你们看看这移动冷风口的实用场景。手工 DIY 时，轻松调整风口位置，再也不必担心汗水影响我的操作。游戏团战时，只需旋转风口角度，凉风习习，操作更加顺畅。当然，夜间睡眠也要凉爽。如果你们也怕热，可以像我这样，冷风直吹，配棉被覆盖，这才是夏天的正确解锁方式。The next day。但是吧，我妈说过，晚上睡觉吹空调容易中风，此言差矣。我不只是中了风，我还落枕了。妈妈救我！